跟异地恋男友在酒店过完七夕，回家后发现蓝牙耳机有一只不见了，马上打电话给酒店前台，让他帮我在房间找一下。前台似乎有点诧异：“女士，503还没有退房，您看要不要自己找找？”我脑子嗡的一声，第六感告诉我，这个贱人把我支走是为了出轨。我马上拨通110，员警同志，水晶酒店503有人正在从事卖淫嫖娼活动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夜故事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林斌和我异地恋3年，周末飞过来陪我过七夕。跟大多数异地的恋人一样，见面基本上在酒店，吃饭都点外卖，害怕浪费时间。但是和前几次不一样，他似乎对我没有多大的兴趣，草草了事后自顾自地玩手机。我以为他坐飞机累了，没有在意，还安慰并鼓励了他。到了下午的时候，他突然接了个电话，说是公司专案出了问题，需要他马上回去处理。说完就在手机上订了机票，然后搂着我，一脸歉意地说：“宝宝，对不起了，这个专案关系到我年底的奖金还有升职，也是我能不能当上分公司老总的重要专案，为了能给我们的将来，我必须得回去，国庆日我再过来陪你。”看他着急又懊恼的样子，我反而有点不好意思，毕竟他昨天晚上才来，还没有休息好就又得回去。而且分公司就在本市，他回来当老总，不仅职位提升了，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告别异地恋了。我当时也不知道出轨的男人演技这么好，还非常体贴地安慰他：“没事，工作的事情重要，我送你去机场吧。”他停了，连忙摆手：“不用，不用了，你送我去机场，我又担心你路上不安全，还要把你送回家，来来回回的就没完没了了，还不如我们各自走。”本来想跟他多缠绵一会儿，但是看他的确挺着急，我也没有多想，打了个车就回了家。睡了一觉起来，已经晚上10点多了，打算听会儿音乐，发现蓝牙耳机有一只找不到了。马上打开定位，还好，显示还在酒店房间。时间有点晚，我也不想出门，打个电话，让前台帮我叫个跑腿送过来。“女士，您不是刚才上去吗？还让我帮你补的房卡了呢。”我脑子嗡的一声，第一反应就是贱人出轨了。难怪这次他这么不中用，原来留着力气呢。稍微冷静下来，我又担心会不会是前台搞错了。我马上给男朋友发了个视频通话，但是被秒拒。我不甘心，又打了个电话，还是秒拒，跟他昨晚的表现差不多，非常快。然后收到一条微信：“宝宝，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，落地给你回电话。”妈的，中午你就说要去机场，现在告诉我快起飞了？是跟小三在床上快起飞了吧？我基本上可以确定，这个贱人肯定是出轨了。贱人，看我不撕了你们这对狗男女！我一边收拾，一边叫了个车，直接杀到水晶酒店。去酒店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想，这个贱人应该是出轨，不是嫖娼，但是无论是什么都很恶心。所以我出门还洗了个澡，虽然小三在我之后，我还是觉得膈应。我真不知道我跟这个小三属于拼好房还是拼贱人。按照前台的说法，他帮小三补了房卡。一般来说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忘记带房卡如果要进电梯，必须得报出房间号和入住人姓名，知道贱人的名字和房间号，肯定不是嫖娼了。
毕竟贱人虽贱，也不敢把真实身份给一个鸡。可以确定，贱人大概率是出轨了。我回忆了一下他的种种表现，这次来了十有八九，主要目的不是我。昨晚留了力气，就证明人家早就约好了。我有点纳闷，这个小三会是谁呢？大学毕业已经3年了，见人去了外地，怎么会在这里有个熟人？按道理，出轨找个他们本地的更合理啊。不想那么多了，等我到了酒店，一切都会水落石出。快到了酒店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我一个人捉奸可能不太行，还得拍照，万一对方动手，我还需要帮手。于是很快打通闺蜜的电话。闺蜜接起电话，迷迷糊糊的。神经病，大半夜打什么电话？才11点，按照她夜猫子的性格，不可能已经睡了，难道是她？我心里一惊，紧接着脑海里就出现了不祥的预感。见人在本市认识的女生，除了我就剩下闺蜜了。难不成她俩暗度陈仓了？这种出轨闺蜜的桥段网上不要太多，总不会真的发生在我身上了吧？越想心越乱，都出了一脑门子汗，总不能男朋友和闺蜜一起没了吧？无论是不是她，电话打通了，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赶紧的，跟我去水晶酒店捉奸去。闺蜜一听，那个兴奋劲儿完全掩饰不住，我都能想到她直接从床上蹦起来的样子。什么？林斌出轨了？你读好了，我马上来。难道不应该先同情并安慰我吗？怎么这么激动呢？看来吃瓜比友情更重要。不过好的一点是我想多了，闺蜜不可能是那个小三。先别冲进去，我马上到。我正打算挂电话，闺蜜声音已经开始亢奋了。对了，我要不要带上无人机和云台？效果贼拉好。之前出去玩，她都懒得带这些装备，现在吃瓜了，她咋变得这么勤快了？大姐，我被绿了，你激动的啥？快点来！闺蜜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有点失态，马上假惺惺地说：抱歉，我差点忘了这事。没事，一会儿我帮你出气。正说着，我的车已经到了酒店。我马上挂了电话，直接冲到前台。你好，我是503的客人，帮我补一张房卡。前台有点警觉。抱歉，没有您的登记资讯，不能帮你补办房卡。我估计我刚才打电话的时候，前台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，他肯定不敢把我放上去。登记的人是林斌，我男朋友，我昨天还住这里了啊。抱歉，我们这也是规定，您可以联系林先生下来接您，或者我们也可以打电话跟林先生确认一下，如果他同意，我可以帮您补办房卡。这不是打草惊蛇吗？让那个贱人知道我来了，肯定带着小三跑了，我这捉奸大计不就废了吗？别，我自己打电话让他来接。说完，我坐在大厅的沙发上，思考怎么才能上去。电梯都要刷房卡，没有房卡，我就只能在大厅等着。狗男女在房间里嗨起飞了，我在酒店大厅喝冷风。强忍了半天的委屈突然就爆发了，眼泪像决堤了一样开始流。我跟林斌大学开始恋爱，他是我初恋。毕业后他说要去深圳打拼，我留在本地当了老师。我本来觉得未来希望渺茫，迟早要分手。好在他说他们公司要在本地开个分公司，他努力工作几年就会被派到本地分公司当老总。分公司的确开了，而且老板明确告诉他这个专案做好了，就派他回来当老总。正当我充满期待的等着结束异地恋，这贱人跟我玩了这么一出。
我当了3年旺夫时，盼着节假日他回来找我，谁知道快回来了，小三捡了个现成。越想越委屈，越想越不甘，我一定要手撕这对狗男女。恰好闺蜜也来了，而且带了一个小伙子，背了一堆道具。这是我表弟，今天来我家，听说你的事，觉也不睡了，主动要过来帮忙。他是摄影师，专业的。帮忙是假的，吃瓜估计是真的。你是我姐的闺蜜，就是我姐，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说。说完，从箱子里拿出无人机、云台，还有一堆不叫不上名字的道具。第一次现这么下血本的吃瓜群众。先别瞎忙活，我们现在连楼都上不去。我给他们俩解释了一下酒店的规定，没有林斌那个贱人的同意，我们没办法上去，只能等有人去5楼，我们尾随着上去。一方面，我观察了半天，现在快12点了，进出的人本来就少。另一方面，我已经被前台盯上了，他给旁边的保安嘀嘀咕咕说了半天，我估计是不敢让我上去。我也能理解，503房刚上去一个女的，现在又来一个女的要上去，不是捉奸还能干石磨。见人体力也没好到那个地步啊，万一搞出什么事情来，酒店也脱不了干系，干脆把我堵在大厅。姐，你等着，我让无人机从窗户看看，说不定能拍到呢。高科技捉奸果然好。说干就干，表弟非常利索地把无人机放出去，不一会儿就传回来了画面。可惜贱人还知道廉耻，居然拉着窗帘。酒店玻璃隔音又好，什么也听不见，但是能看见里面人影在晃动，而且非常明显是2个。虽然我早就确定了贱人出轨了，但是看到画面中2个人影居然是重合在一起，而且有节奏的做往复移动，一刹那让我心无比的痛。脑子里马上脑补了画面，毕竟贱人的贱样我还是很清楚。当然，现在我更想知道的是，这个小三到底是谁？知道贱人的真实情况还是本市的，我实在想不到怎么还有这么个人的存在。后知后觉，好像今年几次回来找我几次都是半途而废，每况愈下，给我的解释是工作太累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的确挺累，毕竟都有上下半场。不想那么多了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抓狗男女一个现行。硬闯肯定不行，房卡拿不到，连电梯都上不去。还是表弟脑子好。姐，一般楼里都有消防通道，我们走楼梯上去。我让闺蜜在大厅帮我打掩护，我跟表弟一溜烟的就跑到步行楼梯。还好，贱人的房间在5楼，我们很快就爬上来了。正当我想踹开门把狗男女抓个现行，表弟拉住了我。姐，这种门很结实，你根本踹不开，我们还是从长计议。我忍了半天，然后把头贴到门上，想听听里面狗男女在干石磨，而且我特别想知道这个小三到底是谁。可惜只能听到里面断断续续的声音，似乎还不是说话的声音。正在我躲在门外前住级的时候，手机突然传来提示音，蓝牙耳机顺利连接。我马上打开手机，带上另外一只耳机，连上了蓝牙。因为我的耳机有收音功能，所以里面的对话居然清晰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。可是这个熟悉的声音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，我有点懵了。如果他说话，我可能一时半会想不起他是谁，但是传来的娇嗔声真的是独一无二啊！怎么会是他呢？但是转念又一想，也只能是他了。这个声音听得我怒火中烧，过了几分钟才消停了。里面应该是完事了。见人上午就把我支走，休息了一天，估计也是为了在小三面前表现得更卖力，才养精蓄锐的。
宝贝，我这次来了，主要是看你。我不信，你骗人，那你为什么昨天还要找那个人？我他妈一个正牌女友变成了那个人，看来这个不要脸的女人知三当三啊！我自认为对她还不错，莫看出来给我玩了这一手。我早就不爱她了，我爱的是你，只是她一直缠着我，我不忍心提分手。她脾气那么差，你跟她好好说，我等你。看这个样子，两个人应该是完事后正在聊事后天。出轨就出轨，还他妈搞痴情男女这一套，听得我恶心。那你昨天跟他做了吗？没有，我都不想碰他，从此以后只跟你一个人做。小三似乎对贱人的回答很满意，哼哼唧唧又开始了，应该是缠着贱人想来二番战，但是貌似贱人的蓝条还没有恢复，没法迎战，只能找借口。宝贝，休息一下，日子还长着呢。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，休息一下是什么意思？我恶心的差点连昨天晚上的外卖都吐出来了，咬着牙骂了一句：贱人！表弟看我戴着耳机，阴沉着脸，估计莫听到什么好词才这么生气。姐，别生气，咱不跟他们一般见识。我正想着怎么骗贱人开门，闺蜜气喘吁吁地跑上来了。估计在大厅替我打掩护这一阵子把她给憋坏了，到嘴的瓜吃不到，心里估计像被猫挠一样。见我们还在外面站着，扯大嗓门喊：怎么还在这站着？砸门啊！说着不由分说，飞起一脚就踹到门上了。我正想拦住他，怕打草惊蛇，这下好了，直接打蛇身上了。里面窸窸窣窣了半天，我听见小三问贱人：不会是他回来了吧？果然，做贼心虚。应该不会，我都跟他说我回深圳去了，他对我还是很放心。虽然他嘴上这么说，但是明显心虚了，毕竟刚才挂了我的视频聊天，还不接我电话，我起了疑心也正常。他说的也对，虽然此时听起来充满了讽刺的意味，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怀疑过他，要不是这个耳机，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贱人没有退房，还叫了小三来。他们也不嫌弃吗？毕竟就在今天上午，在那张大床上睡的人是我，就不能换个房间吗？甚至我怀疑都没有换床单，这他妈是什么癖好啊？既然到了破罐子破摔的地步，我也不用担心什么了，让表弟使劲撞门，我在边上喊：贱人，背着我嫖娼，快给我开门！闺蜜也来劲了，一边骂一边撞门，大半夜这么一闹，整个楼层的人估计都睡不好了。我看到好几个人推开门看着我们吃瓜，没开门的估计在猫眼后面偷窥呢。这个门真的结实，表弟和闺蜜两个人踢了半天，纹丝不动。我气不过也踢了一脚，差点把脚趾踢骨折。闺蜜看酒功不小，脑子抽了。不行，我们用火攻，用烟把他们熏出来。表弟马上就拦住了。姐，不能这么整，着火了你这就属于故意纵火罪了。我这个250闺蜜为了吃瓜，脑子都不要了。那咋办？门都进不去，明天人家跟你来个死不认账怎么办？表弟看着我，姐，幸亏我早有准备。说完，他打开了他的工具箱。我一看，里面居然有个电钻。无人机和云台我忍了，你拿电钻是什么意思？是要钻谁吗？我怀疑这小子是哆啦 A 梦变的，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我对着表弟喊：钻！把锁给我钻开！表弟挽起袖子，拿起电钻，打开电源，电钻发出嗡嗡的声音。贱人和小三似乎也听到了外面的动静，估计吓得够呛，
二番站肯定是没戏了。怎么办？林哥，他们要进来了。正当我以为我可以进去收拾他们的时候，电梯突然到5楼停下了，下来几个人拦住了我们。你们在干什么？破坏私人财物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酒店经理带着保安突然出现在5楼。我刚才在耳机里就听见贱人打电话，原来是叫酒店保安。表弟停下来，看着我，等我的进一步指示。我示意他先等等，万一真的报警了，毁坏财物也是犯罪，我不能害了表弟。我耳机落里面了，我要去拿我的东西。保安根本不听我这一套说辞。如果你们不是酒店的住客，请马上你们离开这里，不要影响我们酒店的正常营业。说完，2个人站在门口，像门神一样拦在我们面前。经理走过来给我们解释，你们要是有什么私人恩怨，可以出去解决，但是不能在我们酒店惹出事来。说完，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我知道酒店肯定要保客户，贱人昨天登记的时候就只登记了自己，说是我不需要登记。这下好了，我都不算是客人了，只能离开了。闺蜜貌似有点失望，激情澎湃了大半夜，吃瓜莫吃全。经理看我不走，也一直站着。行，我不是客人，你们要赶我走是不是？那帮我开一间房。经理没想到我来这一出，愣了一下。抱歉，我们酒店今天客满了。我早就等着他这句话呢，拿出美团我刚悄悄订好的房间截图让他看。不是说满了吗？为什么我还能订？经理脸憋得通红。那你也不能待在这里，你得先去登记。我把身份证递给表弟。你先去登记，我在这里盯着，别让这对狗男女跑了。闺蜜马上又像打了鸡血一样，推了她表弟一把。快去啊，记得要5楼的房间。经理带着表弟下去了，就剩我和闺蜜跟2个保安在503门口对峙。狗男女估计在门背后。我们6个人都站着，一动不动的，6颗脑袋像是麻将牌中的6桶一样排列。不一会儿，表弟就上来了，手里拿着房卡。当然，酒店给我们开的房间是顶层18楼，不用说也知道酒店是故意的。酒店经理指着我们的房卡说：“各位，你们的房间在18楼，麻烦你们回自己房间去。”我算是看出来了，酒店经理为了息事宁人，肯定是要保这对狗男女。耳机里贱人还在安慰小三，说是等我离开5楼，他就送小三下楼。妈的，还想着当护花使者呢，护的也是残花败柳。经理还是一个劲的催。刚才有客户投诉，说你们在5楼的楼道里喧哗，影响大家正常休息。贱人刚才的确打电话给酒店了，说自己门外有几个陌生人，严重影响到了他的安全。我知道，我要是离开了，狗男女就跑了，我这口恶气只能自己咽下去。我们不说话，就在这待着，你可以让保安盯着我，如果影响到了别人休息，你们再赶我们走。我们也是客人，经理也不能用强制手段，又开始打感情牌了。姑娘，你说你这是何苦呢？非要当众撕破脸，让大家下不来台才好吗？我被他们绿了，你还让我下台？下什么台？天台吗？经理，这事你别管，我保证不搞破坏，你也别拦着我待这里，我是酒店的客人，这里又是公共区域，只要我不出声，就不算是影响别人吧。经理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，无奈地挥了挥手。也行，你们乐意待就待着，但是绝对不能影响别人。说完，
对2个保安说：“你们今天就在这层巡逻，确保没有人闹事。如果有人闹事，就赶出去。”说完就走了。房间里，小三一个劲地问贱人：“走了么？走了么？他要是不走怎么办？今天我是肯定睡不好觉了，你们也别想着睡了。”突然，我想到了一个招，一个让他俩必须开门的招，同时有可能让他们身败名裂的招。你们也得意不了多久了。我带着闺蜜和她表弟走到电梯跟前，剩下他们4个当4桶去。表弟，你在这守着，确保狗男女不出来，我跟你姐下楼去。说完，我把蓝牙耳机给表弟，让他连着自己的手机，离得太远就听不到了，所以他不能跟我们下楼。一定要及时监听狗男女的下一步计划，做到知己知彼。闺蜜见状，马上抢过耳机，说她想听听里面2个人在干什么。看着她好奇的样子，我直接一个白眼。好，我跟你下楼，但是不能就这么饶了狗男女的。当然不会，我下楼是为下个计划，保证他们马上开门。什么计划？别问那么多，跟我走就行。闺蜜一脸疑惑地跟着我，到了大厅，我也没有卖关子，直接拨通了110。远景同志，我要举报，水晶酒店503有人正在从事卖淫嫖娼活动，麻烦你们赶快过来将坏人绳之以法。闺蜜听完，惊得张大嘴巴，直接给我竖了个大拇指。姐们儿，还是你狠，远景来了，看他们还怎么缩在里面。我这就准备好摄像器材。其实我也不想，一旦报警，就意味着完全没有后路了，而且完全没有体面了。当然，这种贱人还要什么体面，躲在房子里当缩头乌龟，都不敢出来跟我说清楚。最好远景通知他单位，让他单位领导来接他回去。不一会儿，一辆警车闪着警灯就进了酒店大厅，下来3个远警，2男1女。经理一看这个架势，马上就迎了上来。一般来说，能开这种大酒店肯定有点实力，而且在当地都会有一些背景，要不然小混混闹事，各种检查，根本没办法开门做生意，所以这个经理似乎也并不在意。但是他不知道，只要有人举报，必须出警，而且必须要有结果。经理刚想上来跟远景叔叔套近乎，远景压根没理，拿上房卡，跟我们去一趟503房间。经理马上就开始紧张了，如果真的查出来嫖娼卖淫，酒店停业整改是跑不了的，他这个经理也就到头了。但是看着远景黑着脸，他也没办法，从前台拿了房卡，带着远景去了5楼。看着他们进了电梯，我马上也跟了进去。经理看我也进了电梯，马上就知道怎么回事了，怒气冲冲地盯着我。我才懒得理他，谁让他一直偏袒那对狗男女，虽说为了酒店的生意，但是好歹有点良知啊。远景看到我，似乎也明白了。是你报的警？是的。看他还想问什么的时候，电梯到了5楼。跟着远景下了电梯，我和闺蜜故意从相反方向走去，反正绕一圈也能到，等远景把门叫开再说。2个保安看远景来了，马上躲到旁边去了。远景敲了一会门，里面没声音。远景示意经理用门卡把门刷开，经理也不敢耽搁，马上就刷开了房门。开门那一刹那，我看见闺蜜眼睛都杀红了，直接抢在远景前面冲了进去。我怕她干傻事，赶忙追着进去了。远景叔叔可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2条人影嗖的一声就不见了。他们也赶忙进来，一下子
一个大床房挤满了人，都有点拥挤的感觉。不过完全不影响闺蜜的发挥。她直接上去抓住了小三的头发，几个耳光就甩过去。见人跑过来护着小三，闺蜜直接上手挠。那名女警马上就拉住了闺蜜，一边抓着，一边回头问我：她一直都是这么勇敢的吗？表弟也莫闲着，拿着摄影机跟在闺蜜后面。不得不说，这个云台的稳定性真好，打斗场面一点都不晃。他们俩一顿操作，反而我这个苦主站在原地没事做了。好不容易，远景把闺蜜拉开了，闺蜜似乎还没有过瘾，积攒了大半夜的怒气并没有完全释放出来。你再动手，我们得抓你进去了。远景说完，闺蜜才作罢，甩了甩头发，走到我跟前。你们几个先出去，我们要调查一下有没有卖淫嫖娼。远景办案，我们也不敢大意，几个人就出了503的门。这个时候，听见楼道里传来噔噔噔的声音。大半夜了，怎么这么多人下楼？我也觉得奇怪，打开楼道门一看，好多穿着清凉的美女，穿着高跟鞋往下跑。要是在酒店门口留2个远景，今年扫黄的业绩指定超额完成了，这招应该叫打草惊蛇。幸亏远景来了，不是抓他们，只是误伤，要不然就这几十起卖淫嫖娼，这个酒店估计也别开了。带收音的蓝牙耳机就是好，远景审讯的问题我也听得清清楚楚。女警应该带着小三去了卫生间单独审问了，2名男远警留在外面审问贱人。查完身份证后，远警问贱人：你说你们是男女朋友，你告诉我那位女士叫什么名字？贱人等了半天才回答：旺仔小馒头。远警听完乐了：他姓旺吗？我问的是真名。贱人半天不说话，我听着都替他尴尬，这么多次了，连别人真实姓名都不知道，自己选傻傻的名字告诉了别人。那没啥好说的了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这个时候，好像女警那边也结束了，带着小三出来了。远警们相互嘀咕了一会儿，还是要把他们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调查。看他们要走，我推门进去。远警同志，我能不能跟他说几句话？远警看我红着眼睛，挥了挥手。长话短说吧。我进去的时候，小三似乎还想挣扎，虽然被我闺蜜打得披头散发，但是还是嘴硬。姐，我就是跟林哥吃完烧烤上来坐坐，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。都到这个份上了，还这么嘴硬，到底是做作还是做作自己心里默点逼数吗？我也懒得理他，指着贱人问：你们什么时候勾搭上的？小三是本市的一个主播，要是看样子我根本认不出来。我之所以知道是他，就是刚才的娇喘声，跟他在直播间里一模一样，一看就是表演性质的。但是可能那个贱人就喜欢这样，或许他不知道人家只是在表演。之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经常在小三的直播间，我之前查看过他的打赏记录，给这个小三打赏了不少。后来他再三保证，加上确实不在一个城市，我还是选择了原谅。没想到居然给我来了这么一出。你们什么时候勾搭上的？贱人还有点不服气。你咋说的那么难听呢？什么叫勾搭？就是正常朋友聊聊天。这个贱人自己做了难看的事，还觉得我说的难听，而且还把我当傻子。我也没客气，一巴掌就扇了上去。贱人似乎没有想到我居然敢动手，眼睛一瞪，似乎要还手。远警马上就过来：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好好说话，别动手。
见人在刚才怒视我的一刹那，我的心就彻底凉了。我觉得自己只是在这里浪费时间，虽然我现在恨不得狗男女马上死在我面前。林斌，你记住，我嫌你脏，是我主动不要你了，不是分手，就是我觉得你脏，恶心。说完，我把枕头边上那只蓝牙耳机拿起来，放到见人眼前。耳机上一闪一闪的蓝光已经说明了一切，所有他和小三的肮脏事情都已经被我听到了。见人还想反抗，居然反过来指责我。你居然监听我，是你故意设的局，想跟我分手吧？这种恶人先告状的做法我彻底忍不了，又狠狠地扇了他2巴掌。林斌，我真的瞎了眼，居然跟你这种人谈了3年恋爱，你还算个人吗？是我把这个贱女人约到房间里的吗？你们就不能要点脸，换个房间吗？不膈应吗？说完，我把自己气哭了，转身就要走，只留下闺蜜在那，一脸茫然地看着我。这就走？还打不打小三了？或许从我打算捉奸那一刻起，无论结局怎么样，我就注定不会是胜利者了。我本来以为就此结束，谁知道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还在后面。到了周一，派出所打电话让我过去，他们发现了见人给小三的转账记录，居然给了5000，见人真舍得。同时，远景现场也发现了他们的作案工具和聊天记录，确定属于卖淫嫖娼。见人进去15天，小三也是15天。公司联系不上他，打电话给我，我就把派出所的行政拘留通知书发给了他们公司。如果不出意外，见人的工作也泡汤了，以后找工作有了拘留记录，估计也够呛了。外卖和专车司机都有点悬。好在他们家有几亩山地，回家种地也不至于饿着。本来以为尘埃落定了，派出所又打电话给我，让我过去配合调查。到了派出所，发现闺蜜也在，还是出警的那个女警把我叫的问询室。这样，关红女士报警，说是你们无辜殴打她。远警还没说完，我就跳起来了。当了小三还敢反咬一口？你先别急，现在的情况是，你的朋友的确殴打了别人，别人报警也是合法合理的。他卖淫的事情，法律已经惩罚了。远警说完，我一肚子火，不知道该冲谁发。你看看能不能跟人家协商一下，拿个谅解书，伤情也不重，到不了刑事案件，最好私下和解了就算了。什么？让我给小三道歉？远警无奈地拍了拍我。如果人家坚持，你闺蜜最起码也要拘留几天，你自己想清楚了。我抬头看了一下，我的傻闺蜜坐在外面，一个劲地朝我这里看，想看看我有没有受什么惩罚吧。要是我自己，我宁可坐几天牢，也不可能受小三的气。我一个堂堂正主，要给一个知三当三的低头。但是看着傻不拉几的闺蜜，想想她那天勇猛的表现，还是替我出了口恶气。远警同志，给我几天，我会让她撤案的。等出来派出所，闺蜜似乎有点担心了，但是嘴上肯定还是不服。这个贱人居然报警，真的玩不起，不过也没事。听说里面作息规律，饮食健康，我就当去了减肥训练营。没事，交给我来处理，你不用担心。说完，我送她离开派出所。2周后，关红出来了，我打电话约她见面，说是愿意给她赔偿。这种人告我们无非也是为了钱，听说我愿意补偿，马上就来了。我也不需要再藏着掖着了。关红，你要是老老实实撤了诉，我们这事就过去了。我犯不着因为一个贱男人让我闺蜜吃这个苦。咱公事公办，
你闺蜜打了我，我报警也没有什么问题吧？我也不想跟她打太极。你还记得我的蓝牙耳机吗？我当时一直开住的，你们的龌龊事我都录到手机上了，你要不要听听？还有，我们冲进来发生的一切也都录下了，你也不希望这些录影毁了你的事业吧？一个靠着直播吊着大哥打赏，顺便线下约会的主播，如果真的被人发现是个烂人，肯定就不值钱了。关宏怔住了，过了一会儿才问我：你是骗我的吧？录音录影是违法的，散播出去也是违法的，要坐牢的。虽然他还是很嚣张，但是语气明显露怯了。你可以试试，我闺蜜未了我都要进去了，你觉得我会饶了你吗？说完，我死死地盯着他，他似乎被我吓着了，马上就蔫了。那你保证要销毁这些录影和录音？很快我们就成交了。虽然贱人受到了惩罚，但是跟时打架，无论输赢，你都会一身屎。唯一能做的就是离屎远点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夜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夜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